娘娘，陛下的血快流尽了，您还要抱着他到什么时候？毒入心脉，臣不敢下针，万一……本宫让你治，不是让你给本宫哭丧。可臣若是下错了针，陛下就……下错了，本宫陪你一起死。你怕自己死，还是怕本宫说话不算话？娘娘，毒入心脉，非寻常药石可解。臣有一方，但需冒死一搏。说，以金针刺心积血，再以火灌拔毒，但此法凶险，稍有不慎，陛下当即。你做过吗？在医书上见过。那就是没做过。你觉得本宫会同意吗？臣不知。你叫什么？臣姓顾，名长生。顾长生，你爹你起这个名字不是让你见死不救的。坐。陛下若死了，本宫陪你死；陛下若活了，本宫保你一辈子。贵妃娘娘这话好威风，只是陛下遇刺，刺客见风却先指向你，未免太巧。那是暗影阁的锁魂线，我的东西出现在皇城宴上，刺向了谢渊的胸口。王爷想说什么？娘娘平日嚣张惯了，今日也该学着听话。听谁的话？听你这个皇叔，还是听你腰后那300甲病的？苏婉，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动你？动啊！当着陛下的面动，让他最后一口气看见他亲叔叔是怎么照顾他女人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这一切本来就是我安排的？想过。那你为什么不怕？因为你安排的是刺杀，不是直接杀了我。你留着我，说明我还有用。有用的人不会死，这是我教谢渊的第一课。你还教了他什么？教了他怎么对付你这种人。王爷，你猜他现在躺在这里，是真昏过去了，还是在听？苏婉，放开皇帝！哀家让你放开。太后，您儿子还没死，您就急着替他做主了？放肆！哀家是替大周做主。大周什么时候改姓了？陛下姓谢，您姓王，这江山轮得到外姓人替吗？掌嘴！太后息怒，贵妃娘娘虽言语不敬，但所言并非眷无道地。陛下尚在，您便以国母之尊行摄政之权，恐引朝野非议。刘尚书，你是在替妖妃说话？臣不敢，臣只是觉得当下最要紧的是陛下安危，其余之事容后再议不止。刘尚书，你年纪大了，该回家歇歇。王爷这话是在赶臣走？不是赶，是劝。臣谢王爷劝。臣侍奉3代君王，如今陛下危在旦夕，臣若是走了，100年之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？你敢碰他一下，我剁了你的手。娘娘，您现在剁不了任何人的手。你敢碰他一下，我剁了你的手。娘娘，您现在剁不了任何人的手。我的人还在。你叫什么？奴才小福子。小福子，药香放在原处，你要是挪了它，我就把你的手也剁了。娘娘饶命，奴才不敢了。苏王，你在跟一个奴才耍什么威风？王爷不也在跟一个女人耍威风？咱们半斤八两，谁也别说。温的，还有气。陛下气息更弱了。丰隆银殿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娘娘，臣方才在陛下颈侧摸到了脉，不是衰弱的脉，是浮脉。
福脉是什么意思？福脉的意思是，陛下可能不是中毒昏迷，而是被人下了迷魂散。迷魂散不会致命，只会让人昏睡，但若是再拖下去，假昏也会变成真死。顾长生，你确定？臣不敢确定，但臣方才用金针试探，陛下指尖有轻微反应，真正昏迷的人不会有反应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殿中有人盯着臣，臣若是说出来，陛下就真的没救了。本宫不听你狡辩，治不好陛下，本宫要你的命！本宫不听你狡辩，治不好陛下，本宫要你的命！娘娘息怒。把迷魂散说成剧毒，把解药混在方子里，你做得到？做得到，但需要1个时辰。我给你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后，臣若没成功，那就一起死。反正我也不亏。娘娘可别乱咬，疯狗咬人，打死便是。王爷咬人前还念佛经，狗都比你真诚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怕他突然醒过来。你算尽了一切，唯独没算过他的命硬不硬。他的命是我教的，我教出来的人命都很硬。怕他突然醒过来。你算尽了一切，唯独没算过他的命硬不硬。他的命是我教的，我教出来的人命都很硬。那我们就赌一赌，是他先醒，还是你先死？妖妃苏氏魅惑君王，招引刺客，押入天牢。太后连审都不审，你活着就是罪证。那太后活着疲惫是什么？是老而不死。你，我什么？我说错了。陛下躺在那里，您一滴眼泪都没有。您哭不出来，至少装一下，连装都懒得装。您这母后当可真便宜。你以为哀家不难过？你以为哀家不知道谢下有异心？哀家知道，但哀家能做什么？一个没有兵权的太后，在后宫活了一辈子，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。你以为赐你白绫是哀家的主意？不赐你白绫，谢下就会让你死得更惨。太后，您是认真的？哀家从不说废话。你要想活，就别待在天牢里等死，跑也好，拼也好，别指望哀家能再帮你第2次。娘娘放心，陛下若撑不过今晚，本王会替你挑一条干净白绫。王爷也放心，陛下若撑过去了，我会替你挑一副宝棺材。苏婉，玉玺在哪？陛下没死，你急什么？他死不死都不妨碍本王问你。那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娘娘，你在后宫装傻装了3年，真以为本王看不出？你若乖一点，本王让太医多给谢渊续半个时辰。你想要玉玺？还要你手里那点见不得光的暗线。王爷胃口不小。本王胃口一向好，尤其爱吃别人舍不得吐出来的东西。心疼了？心疼，心疼这块帕子上好的苏绣被你弄脏了。苏王，本王的耐心有限。巧了，我的耐心也有限。你问了这么多遍，我累吗？从我嘴里撬不出东西的。你要是真想要玉玺，不如去找太后要。她刚跟我演了一出戏，说不定背地里早就把玉玺藏起来。她跟你说了什么？说你蠢，说你从小就不如你侄儿。你爹当年把皇位传给你弟弟，就是因为你太蠢。说你能活到今天，全靠一张脸长得像谢家人。你生气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不蠢吗？你在天牢里审我审了这么久，太后在外面做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她要是趁你不注意把玉玺送出了宫，你连哭都找不着调。
他不敢。为什么不敢？因为你掐了他的把柄。一个在后宫活了30年的女人，你真以为她的把柄只有你知道？苏王，你很会说话，过奖。但你犯了一个错。你不该提醒我。你说的对，太后确实可能背着我做点什么。那我现在就去看看她。至于你，今晚就在这里慢慢想，明天天亮之前，我要拿到玉玺的下落，否则太医就不用给谢轩需要了。王爷，怎么，想通了？不是，只是想提醒你，太后刚才给了我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她说你杀不了我，因为你怕我，你怕我活着，更怕我死了变成鬼。那你就活着，活到明天天亮，看你的陛下还能不能喘气。暗影阁的人已经进了天牢，药已入殿，人未出楼，再忍1夜。谢渊，你可别死太早。你要是死了，我这些年的忍就全白费了。娘娘，录音殿炸了！陛下，你还敢问陛下？王爷半只手都废了。妖妃嘴真硬，床底没有玉玺，全是毒烟和飞针，太医死了7个。笑什么？萧王爷福大命大，怎么只废半只手？老子现在就砍了你！砍啊！到时候他问起来，你说你一时冲动砍了我的脑袋，砍了我，你们王爷就拿不到想要的东西了。别上他的当，这妖妃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。对嘛，听话的狗活得久。你叫什么？老子凭什么告诉你？不告诉也行，那我就叫你狗大，他叫狗二。苏安，你早就知道，你故意让本王去碰那个暗格，你早就知道，你故意让本王去碰那个暗格。我提醒过你，我说快去吧，是你太急了，心急吃不了肉豆腐，但能吃到毒烟。你知不知道那毒烟是谁做的？谁？谢渊，你派去保护他的暗影阁，在龙床底下放了毒烟机关。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你爱他的方式就是把他睡的地方改成毒室。那不是毒烟，那是驱虫散。你闻到的毒烟，是你自己人身上带的毒碰到驱虫散之后起的反应。机关是我设的，但毒不是我的。你胡说！驱虫散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变成毒烟，遇到血毒。血毒是你养的暗卫特有的，所以你的手不是被毒烟废的，是被你自己的毒废的。然后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这是吊着谢渊命的药。本王就知道，你不是不怕他，你只是怕他死。你想怎样？画押。字写得太重，本王没耐心陪你耍嘴皮。王爷要我认罪，至少换个会写字的。这几个字歪歪扭扭，拿出去，谁信是贵妃画的？半个时辰后，龙吟殿断药。你每多撑一刻，谢渊就少活一刻。苏王，你别死，你死了谁教我打仗？苏王，你别死，你死了谁教我打仗？我死了，你仗不是打得更自在？自在个屁！你在我背上，我还能骂你2句。你要是死了，我骂谁去？你挨骂还挨上瘾了？可不是嘛！我听你的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你说。那你能不能先听我一句？别抖了，你抖得我伤口疼。好，我不抖。苏安，等打完仗，你嫁给我吧。你是副将，我是大司马，
你让我嫁给你，谁娶谁？我娶你，却明显更红横了。凭什么？凭我背了你3天，3天，你知道你多重吗？你嫌我重？不是嫌，是好重。谢渊，等我伤好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揍你。你揍不过我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揍我的时候，我不还手。苏婉，跪。我不跪死人。那就跪你心上人的命。哇，快点，谢云等不起。你慌什么？你不是说他醒不了吗？既然醒不起，你急成这样，是怕他忽然坐起来，还是怕我忽然站起来？你心里有鬼。这张认罪书不是给死人看的，是给活人看的。你还怕他醒过来，你还怕他问起来，你还怕……贵妃娘娘也不过如此。药呢？送去龙吟殿。王爷，若陛下醒来，他醒不了，就算醒了，也只会看见苏婉的认罪书。你连活人都不敢面对。本王当然敢。等他断气，本王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告诉他，是你害了他。那王爷可得好好编，最好加点哭腔，再掉2滴眼泪。朝堂上都是人精，眼不像就穿帮了。要不要我教你2句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还记得你哥吗？谢渊的爹，他临死前把你叫到床前，对你说了一句话，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他说，照顾好渊儿，你没有照顾好他，你杀了他。我说，你还记得你哥吗？谢渊的爹，他临死前把你叫到床前，对你说了一句话，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他说，照顾好渊儿，你没有照顾好他，你杀了他。我没有杀他，他是自己死的。你连一句承诺都守不住，你爹看不起，是对的。太后有令，姚妃苏氏明日午时押赴皇陵祖庙，告庙问罪，赐白绫殉葬。听见了？听见了。你们挺急。到了祖庙，先帝看着，3尺白帘一绕，娘娘再会装疯卖傻也没用。劳烦嬷嬷挑结实点儿，别勒到一半断了，丢太后的礼。你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劳烦嬷嬷挑结实点儿，别勒到一半断了，丢太后的礼。你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嬷嬷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跟着太后多少年了？23年。23年，那太后做过的亏心事，你都知道了。顾长生应该已经把解药灌进去了，暗影阁的人也进了天牢。太后说了那番话之后，我还不确定她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她不想让谢夏赢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剩下的就看明天了。就是他害了陛下，绝不能轻饶了他。娘娘怎么不骂了？平日不是最会仗着圣宠甩脸子吗？你离我远点，粉倒进伤口，贪婪。娘娘这张嘴呀，就是不饶人。你这帕子哪儿来的？怎么，娘娘看上了？不是，我只是好奇，谢夏给你开多少月钱，够你买这么好的帕子？娘娘还有心思操心奴才的月钱？闲着也是闲着，反正你也快没命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主子有没有告诉你，太监话多舌头最鲜美？等娘娘成了吊死鬼，再来割奴才的舌头吧。行，
那咱们走着瞧，到时候你别求我。求你什么？求我让你死得痛快点。跪稳点儿，别污了祖宗眼。太后，陛下还没死，您就急着给他办后事。哀家是在替大周除祸，除祸要在皇陵动手，怕宫里地不够埋。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逞口舌之快！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逞口舌之快！太后教训的是，我这张嘴啊，就是改不了说真话的毛病。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一个将死之人计较。娘娘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，实在叫人寒心。王爷手还疼吗？托娘娘的福，好多了。那就好，下次就不会只费半只手，会费整条胳膊。宣罪：苏氏女婉狐媚惑主，私通敌国，暗扬死士，赐驾谋逆。你笑什么？简直一派胡言！私通敌国，证据呢？刺客身上的锁魂线便是铁证。那锁魂线是暗影阁的不假，但暗影阁的东西就不能被偷、被抢、被仿造，一条线就定我的罪。明日有人拿把菜刀砍了人，是不是要治铁匠的罪？说不出话了，那我帮你捋一捋。你说我狐媚惑主，陛下当年在战场上被敌军围困，是我带兵把他救出来的。陛下娶我的时候说过，他这辈子只认一个女人，这话不是对我说的，是对满朝文武说的。你们当时都在场，谁忘了？站出来！你说我暗扬死士，对，暗影阁是我一手创建的，但那是在先帝授意下。先帝说过，边患未平，朝廷需要一支见不得光的刀。这把刀握在我手里，是为了杀敌，不是杀君。你敢拿先帝压人？不是压人，是讲理。太后，您入宫30年，从一个宫女做到太后，您的每一步都是先帝给的。如今先帝不在了，您就这样对待先帝留下的基业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有一件事你错了。什么事？你说先帝授意你创建暗影阁，这件事我不否认，但先帝还交代了一句话：暗影阁只忠于皇帝，不忠于任何人。苏婉若是不能为皇帝所用，就让她永远闭嘴。这句话不是先帝说的，是你编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先帝如果真的说过这句话，你早就拿出来了。你等到今天才编，是因为你手里的牌打光了。够了！先帝在上，妖妃苏氏罪证已明，赐白绫。娘娘，奴才亲手送您上路，也算沾了龙气。别笑，牙黄。动手！谢渊的药就在本王手里。娘娘，再挣扎呀，越乱动只会越难受。龙已离笼，谢渊安全转移。你笑什么？王爷，你选这里当刑场前，没查过今日守庙的是哪一营吗？快些，别听他胡说，用力！娘娘都舍不得咽下这口气，你们两个没吃饭吗？你总嫌宫里金玉蠢笨，这个清藏风也趁你。你这是夸我，还是夸你自己眼光好？夸你，我眼光好这件事不需要夸。你怎么敢？出人命了！反了，真反了！反？你们看见了什么？一个将死之人扯断了白绫，还是一个被栽赃陷害的女人站起来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先帝都没定我的罪，你一个太后凭什么？臣有罪，臣不敢替娘娘辩白，
臣只是想说，先帝在时曾对臣说过一句话：苏婉这个人，用好了是大周的刀，用不好是贝州的货。臣无能，没能守住先帝的嘱托，臣该死。禁军何在？妖妃谋逆，乱刀砍死！王爷怕了。本王怕你？你如今不过一条丧家犬。既然不怕，你为什么退了2步？凌空还不动手？林统领，你聋了？末将不聋，末将只是在等一句实话。你废他右手的时候，末将就在旁边。你不只是要他的兵权，你是要他的命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他还活着，玄甲军就永远不会听你的。凭本王是摄政王，摄政王是陛下封的，如今陛下生死未卜，谁知道你的摄政王是不是自己封的？就凭半块破铁？苏婉，你装贵妃妃装傻了？凌空，你认得这是什么吗？玄甲营，恭迎大司马归位。苏婉，你到底是谁？太后，您说在后宫活了一辈子，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，那您知不知道，您儿子娶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人？14岁入军营，16岁挂帅北征，18岁封大司马。先帝封我的时候你们都在场，封刀的时候你们也都在场。如今才过了3年，你们就忘了？还是说你们不感激？你们跪什么？我是摄政王，兵部调令在我手里。王爷，兵部调令只对禁军有效，玄甲不归兵部管，这是先帝留给我最后一道保命符。你千算万算漏算了这个，你计划了一切，刺杀、嫁祸、逼宫、夺权，但你忘了一件事，我也是个将军，将军的战场不在后宫，在这里。苏婉，你敢动本王，谢渊也活不了。谢夏，你抓哀家做什么？母后，您不过是我弟的正妻，这些年若不是我在朝中替您撑着，您早被那些世家啃得骨头都不剩。如今该您还这个人情了。哀家这辈子欠了所有人，但唯独不欠你的。你从小就是个坏种，你害死你大哥，害死你爹，如今又要害死你侄儿，你死后有脸去见他们吗？闭嘴！哥吧，哀家活够了，但你今天杀的每一个人，都会在天上看着你，你永远都睡不着。站住！你再走一步，他就死。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？他刚才要勒死我，你忘了？你要是真敢杀他，我倒敬你是条汉子。可惜你不敢。太后，你昨天那句话是真的还是演的？是真的。哀家这辈子没有几个机会说真话，昨天是其中之一。不杀你，他会让你死得更惨。找死！赫连王帐已经拿到了边防阵图，30万铁骑南下，你们都要死！谢夏，你竟然勾结赫连人！你知不知道30万铁骑南下会死多少人？大司马饶命！臣等被摄政王胁迫。别跪了，留着力气，待会儿还要跪。大司马，未必是真的。顾长生呢？末将不知。那就是没有成功。谢羽死了，死就死了吧。赫连人不会因为皇帝死了就不南下。刘尚书，你是3朝老臣，摄政王的党羽，你去审，审出来的东西直接交给凌空。臣遵命。大司马，您的伤没死就能走。
娘娘，陛下刚才没气儿了，滚出去！娘娘，滚！心远，你要是敢死，婉婉，你果然舍不得朕死。那是我送他的防身刀，我教他握刀，教他避开骨头。钟也是你让人抢的。是。刺杀呢？朕安排。毒箭呢？药量算过，死不了。你拿自己的命算，朕更想算你的心。心远，我为了你在祖庙认罪，差点被勒死。朕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婉婉，朕若不让你疼，你不会交出兵权。3年的宠爱，忽然像一场精致的刑讯。朕容不下一个能一夜调动玄甲血洗皇城的人。你早说，我可以走。你走了，玄甲还是你的，暗影阁还是你的，边军旧部做梦都叫你大司马，不叫朕陛下。所以你要废了我？朕想把你留在朕身边，做一个只能依附朕的苏婉。你真恶心。陛下，先去虎符，剩下半枚在哪儿？交出来，朕还能留你在冷宫做个妃妃。不交，凌空会死，玄甲营会被拆。你拿他们的命来威胁，就不怕我连你一起恨？苏王，别逼朕。你学的所有东西都是我教的。第一课是，永远不要让敌人知道你有多疼。朕不是你的敌人。你不是吗？你刚才可以杀了朕，为什么不杀？你算计得很清楚，你需要我活，我也需要你活，咱们谁也离不开谁。那就不离开了，留在朕身边，朕可以不要兵权。你又来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信。3年前你说同样的话，封我做贵妃，把我的兵符收走，你觉得我还会信第3次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装傻吗？因为我不想跟你斗，我想赌一把，赌你对我是真的有感情，哪怕只有1点是真的就够了。但你不是，你的每一分温柔都是为了让我放下戒心，然后你拿我教的刀捅我。虎符在祖庙，给了凌空，暗影阁的名册在天牢墙壁里。我累了，要杀要剐随你。玄甲军为何溃败，连丢3城？赫连前锋已过雁门，朕拿着虎符，他们为何不停调？听了，听得很认真，所以败得整齐。你以为兵符是什么？一块铁能让狼群替你咬人。玄甲营认的是拿着虎符的人。朕是皇帝。战场上剑不认皇帝，你把能打的都削了，换上听话的。听话的人最大的本事，就是败仗之后写一封好请罪书。你到底要什么？把我的枪还我，我想守城。你凭什么以为朕会信你？还有谁可用？满朝武将能打的都被你自己杀了。现在赫连人打来了，你找谁？报！赫连军距京邑不足100里。打完这仗，你回冷宫。打完这仗，你放我走。不可能。那我现在就回去坐着，看上金破。苏婉，你是不是一定要离开朕？不是要离开，是已经不要了。从你拿我教的刀捅我的那一刻，就不要了。朕答应你，退敌之后，你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一直不肯交出兵权？因为我不相信你能守住这个江山。你太聪明了，聪明到不信任任何人。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皇帝，早晚会把自己逼成孤家寡人。我不想看到那一天，但现在看来，那一天已经不远了。大司马，赫连30万兵临城下，
开门就是送死。守城也是等死，粮仓只剩3天粮，3天之后，你是让他们啃城墙，还是啃自己的手？你叫什么？末将韩平。韩平，守不住就死，但死之前要多拉几个垫背的。你的命是命，百姓的命也是命。你死了，百姓还活着，你就没白死。明白，明白吗？苏王，你别逞强。你叫什么？末将韩平。韩平，守不住就死，但死之前要多拉几个垫背的。你的命是命，百姓的命也是命。你死了，百姓还活着，你就没白死。明白，明白吗？苏王，你别逞强。陛下若有妙计，不如下来说。怎么不说了？你不是最会算吗？算算这一仗怎么打，算算30万人来了，我们怎么守？末将愿随大苏马开门。怕死吗？怕呀，怕死的不够值。那就杀值钱点。你要是死了，我逢年过节给你烧纸，纸钱只烧一半，剩下的留给你下辈子娶媳妇儿用。那末将还是活着吧，娶媳妇的钱末将自己攒。开门，准备迎敌。交出苏王，留掌京全尸。听见没？我比皇帝值钱。大司马，您还有心思贫？不贫就疼。走了。苏婉，3年贵妃当下来，你还拿得动兵器吗？对付你，一只手都是多的。苏婉，3年贵妃当下来，你还拿得动兵器吗？对付你，一只手都是多的。放箭！大周战神成了深宫里养尊处优的妇人，还敢出来？苏婉，你还记得雁门吗？记得，雁门那一仗，我杀了你们2万人。你是当时的先锋吧？你跑得最快，所以你活到了今天。今天不一样了，你不再是大周战神了。你试试。你输了。我没有输，边防阵图拿到了30万铁骑。阵图是假的，谢夏给你们的那份是3年前的旧图，是我放在他书房里的。我知道他会去找你们，我也知道你们会来。现在你们来了，30万人挤在一个窄口里，意味着你们今天一个人也走不了。退兵，愿退兵。回去告诉赫连王，3年前的雁门我能杀他2万人，今天我照样能杀他3万人。下次他再来，我就去他的王帐里杀他。走吧，趁我还没改主意。你处心积虑要的，给你。大周的江山保住了，你我的命两清了。你什么时候拿到的另一半虎符？从祖庙回来那晚，凌空就给我了。你搜出来的那枚是假的，我一直在等，等你看清楚，没有我，你守不住座城。朕把江山给你，把命也给你，你别走。可我嫌脏，你给的每样东西都有代价。第一次是兵权，第2次是暗影阁，第3次你要什么？你最大的问题不是疑心，你最大的问题是你从来不肯承认自己错了。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，你都觉得是应该的，可我不是别人，我是苏婉。朕知道错了。晚了。你知道这3年我在后宫装傻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是我终于明白，
一个人不信任你，可以通过时间来改变，但一个人一边说不信任你，一边又说爱你，这个人永远都不了。大司马，回城，天快黑了。是。陛下又换了好看的脚链。婉婉，等朕查清尹王位，等朝堂稳住，朕亲自送你出宫。你上次说放我走，也是在这张嘴里说的。开锁。你看，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信，你让我怎么信？朕不信自己，但朕信你，信你不会丢下朕不管。我已经管了你3年，你让尹龙卫盯着我睡觉，在我酒里下迷药，但我还是替你守住了上京。所以你觉得我不会走，你锁我，是因为你赌不起，赌不起我没有你也能活。是，你不在朕身边，朕睡不着。你服软的样子真难看。朕知道。照顾好娘娘。传朕旨意，宫中所有妃嫔，每人赐银500两，明日遣散出宫。照办。喝一点。苏婉，别拿身体赌气。我右手废了，兵权给你了，上京也守住了，陛下还想从我身上拿什么？我要的你从来不给，我要的是相信你，你给过吗？放我走。除了这个。婉婉，你骂朕，你打朕也行。打了你就不疼了吗？打了你这3年的算计和试探就一笔勾销了吗？你骨子里就是不信任任何人，你对我的好是怕，温柔是算，爱是控。你不是爱我，你是需要我。你说的对，朕就是这样的人。朕从小就在猜，先帝更喜欢哪个儿子，太后到底是不是亲娘，谢夏会不会杀朕。朕猜了20多年，猜的不会信然了。但朕信，朕真的信你。你信我，就不会痛苦。陛下，凌空率玄甲入宫，已经破了承天门。是你让他来的。我若让他来，第1日就来了。累了。陛下，玄甲军喊着迎大司马出宫。百官跪在宫门外，请陛下退位。陛下，玄甲军喊着迎大司马出宫。百官跪在宫门外，请陛下退位。朕防了你3年，原来你真的不要这天下。这天下太吵，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。谢元，你做什么？朕疯了很久了，从娶你的第1天就疯了。疯到觉得只要把兵权拿走，你就会乖乖待在后宫；疯到觉得废了你的右手，你就不会离开；疯到觉得锁住你的手脚，你的心就不会跑。王王，朕错了。谢渊，你出来！这天下太重了，朕还给你。婉婉，下辈子我只做你的小副将。不好，下辈子我不想再遇见他了。大苏马，百官跪了3日，求您登基。我不是谢家人。大周只认能活命的人。请大苏马继位。凌空，你说他为什么要把皇位让给我？
愧疚、补偿，还是觉得我比他更适合当皇帝？也许他只是累了，像我一样。传旨，改元昭宁。陛下，当年龙吟殿里没有找到遗骨，只有半枚玉佩。如果连玉都没烧化，骨头能烧成灰吗？凌空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臣不敢，臣只是觉得，如果有人故意让我们找不到遗骨，那这个人也许还活着。活着又怎样？他活着，我是皇帝；他死了，我也是皇帝。他对这个天下没有区别。铁匠，你这刀怎么总刻一朵碗花？你不会说话，可惜了，看着像个有故事的。他是个哑巴，来这里3年了，一句话没说过。听说是从北边逃难来的。陛下，若是……凌空，朕说不提。陛下，那铁匠铺夜里关门了，人也走了，只留下一把刀，刀上只有2个字：平安。陛下，要追吗？他欠我一条命，我欠他一座江山，扯平了，就不要再加新账。那刀上刻的是平安，是祝您平安，还是求您平安？也许都有，也许他也在等一个不用低头的重逢。但这世上哪有那种重逢？权势场里，谁先动了杀心，谁就该知道，余生每一次相逢都只能低头。您不恨他吗？恨一个人，不代表要见那个人。下去歇息吧。是。陛下，还疼吗？不疼。